我的主业修空调冰箱，副业搞黑科技。自从上次用打蛋器敲好一台光刻机后，我的小店就彻底变成了神仙聚集地。龙科院院士揣着保温杯蹲在门口，跟讨饭似的求修量子计算机。空军大佬化身外卖员，神秘兮兮送来隐形战机核心零件让我抢修，还有不知名的秘密基地派人送来核聚变元件，让我修复来自鹰酱的主板芯片。我都妈了，我就一个维修家电的小师傅，还真当我是科技大佬了。刚送走一尊大神，我瘫在椅子上准备跟直播间水友门口嗨摸鱼，店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一个穿着精英西装的美女冲了进来，气质绝子。可惜那张精致的小脸皱成了小笼包，眼睛里的焦急都快溢出来了。她怀里抱着个银色小箱子，话音藏不住的焦急。老板，你这真的什么都能修吗？她冲到我面前，声音都在打颤，跟快哭了似的。我懒洋洋的指了指身后的红油漆横幅，承接核潜艇保养、航母换件、空间站维修，量大从优，童叟无欺。美女，想看哪项服务呢？是给核潜艇做个丝帕，还是给航母换个轮胎？美女压根没心思开玩笑，啪的把箱子往桌上一拍，咔嗒一声打开，箱子里躺着个巴掌大的玩意儿，线路密得像蜘蛛网，小晶体闪着冷光，看得人眼晕。我瞬间坐直，这味儿对了，是大活。这是光刻机校准传感器模块。美女急的声音都带哭腔了。实验功率过载，核心探针阵列烧了，送原厂修要3个月，我们项目1天都等不起啊！这姑娘叫赵玲玲，是科研院的研究员，就因为这小模块坏了，整个项目组都快集体原地去世了，国内顶尖机构跑了个遍，没人敢接这烫手山芋。要不是走投无路，她压根不会踏进我这破破烂烂的维修坛。我还没吭声，直播间先炸了。啥？光刻机？姐们，你是不是导航导到废品站了？这是修家电的，不是造火箭的。剧本，绝对是剧本。主播为了火，连光刻机都敢碰它，下把是不是要修太阳了？潘叔劝学时间，主播听我一句劝，这玩意儿比航母螺丝金贵10倍，你把握不住啊！这波要是真修，主播直接原地封神，或者原地破产。我摸着下巴，收了玩笑的心思，眼睛里直冒光。1年前穿越过来继承这破店，顺手绑定了个全能修复系统，修的东西越值钱，给的科技点越多，科技点能换各种黑科技。可惜这1年净修些电饭锅、电热壶，科技点攒了1年才506点。今天光刻机模块送上门，这不是瞌睡送枕头，还是玉皇大帝送的。赵玲玲看我半天不说话，脸上的希望一点点熄灭，叹了口气，拎起箱子就要走。看来是我找错地方了。等等，我突然开口，你这是 C7型光刻机的模块吧？冲击峰值多少？持续了多久？除了探针阵列，还有别的地方坏没？赵玲玲的脚步刷得顿住，跟被雷劈了似的，猛地回头。你怎么知道型号的？这是绝密参数，峰值是常规功率15倍，冲击时间3到5内秒，其他组件自检正常。她语速飞快的回答，眼睛里重新亮起光，跟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我点点头，云淡风轻的像修个电饭煲。能修？直播间直接疯了，弹幕密的像雨点。我聋了还是主播疯了？光刻机他都敢修，哥，你拿啥修啊？拿你的打蛋器再敲一遍，这玩意儿修坏了，把你卖去缅北挖10年煤都赔不起。修是能修，我话锋一转，不过价格可不便宜。钱不是问题。赵玲玲咬牙，科研经费能特批，你开价。我伸出3根手指，赵玲玲倒吸一口凉气，脸色发白。300万，行，我马上申请。我翻了个巨大的白眼，想啥呢？300块，软妹币，就当交个朋友。主要是修这玩意儿费电，我家电费贵。赵玲玲直接石化了，眼睛瞪得像铜铃，下巴快掉地上了。300块，童叟无欺，修不好不要钱。我修。赵玲玲反应过来，手忙脚乱掏手机扫码，激动的手抖，扫了3遍才成功。到账300元，我咧嘴一笑，脑袋对到镜头前。家人们，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是付费内容，想看修光刻机的，办会员加钱啊！直播间一关，小店瞬间安静，只剩下赵玲玲咚咚的心跳声。她看着我这四面漏风的小店，又看看桌上那些生锈的螺丝刀、破洞的手套，心里直打鼓。这地方连个正经仪器都没有，她该不会是个骗子吧？这要是修坏了，我下半辈子怕是要蹲大牢了。我无视她的纠结，慢悠悠戴上防静电手套，在桌上铺了块还算干净的布，小心翼翼把模块拿出来。系统上班了。下一秒，只有我能看见的面板弹了出来。检测到修复误区 ，C7 光刻机校准感应模块损坏程度87%，核心传感阵列物已烧毁，微米级线路断裂，锁定校准单元偏移，修复方案分析中，消耗100好几点，当前科技点500元，是否确认修复？确认。我嘴角一抽，心疼的干颤。平时修个收音机才给1点科技点，这一下直接给我干到解放前。我转身从积灰的货架上搬下个军绿色箱子，赵玲玲的眼睛瞬间瞪成了核桃。她本以为是什么秘密武器，结果箱子一打开，差点没背过气去。一把改的爹妈都不认识的电烙铁，一个家用热风枪，出风口还套了个破喇叭盖子。剩下的工具不是像厨房打蛋器，就是像从废品站淘来的破烂。老板，你这是？赵玲玲的声音都在抖。别紧张，我一边摆弄工具，一边冲她咧嘴。这都是祖传的宝贝，我爷爷当年给阿波罗登月舱抛光用的。要不是看你这是光刻机，我都舍不得拿出来。赵玲玲嘴角狠狠抽了抽。光刻机才发明多少年？你家祖上他不是穿越者吧？我拿起热风枪对着模块吹了起来，没有想象中的热浪，只有淡淡的臭氧味。赵玲玲凑过来，
透过我那破的掉渣的放大镜一看，眼珠子差点瞪出来。那些被烧得扭曲的微米级线路，居然在慢慢变回原样。这是什么操作？他失声惊呼。电致伸缩效应逆反应，我头也不抬。用特定频率脉冲让晶格金属恢复记忆，简单说就是帮他回忆自己本来长啥样。赵玲玲的大脑直接宕机了。她寒窗苦读10几年，从没听过这种技术。不等她缓过神，我滋啦一声给电烙铁通了电，烙铁尾巴上绑着根细针，慢慢变红。赵玲玲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这烧红的大头针真的能修光刻机？我深吸一口气，脸上是前所未有的认真，手稳得像焊了钢板，捏着细针缓缓靠近模块，针尖刚碰到基板，一道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电弧闪了一下。赵玲玲透过放大镜看见了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幕，那些被烧毁的区域居然在一点点重组，那电弧里好像带着神秘物质，精准的在基板上画出复杂线路。你别这么惊讶行不行？我回头看他一眼，一脸无奈。这不就是个冷原子玻璃吗？研究院的人都这么没见过世面。赵玲玲急忙抓住旁边的椅子，才没倒下去。冷原子玻璃，这技术在他们未来技术设想的论文里都不敢写啊！他寒窗苦读几10年建立的科学观，正在被眼前这个男人用一堆破铜烂铁砸得稀碎。好了，最后一步，我放下电烙铁，拿起旁边的打蛋器。赵玲玲眼睁睁看着我从饼干盒子里掏出点粉色粉末，装进小玻璃瓶，把打蛋器放进去，不是旋转，而是低频率震动。那些粉末慢慢变成了发光的液体。超声波雾化悬浮。赵玲玲下意识地说：“哟，还挺懂行。”我咧嘴一笑，拿起电烙铁，用细针沾着发光液体，借着微小电弧往基板上粘贴。那电弧仿佛有生命，精准地把液体修复在线路上。赵玲玲透过放大镜看得清清楚楚，原本烧毁的线路正在快速修复，而且比原来的还要完美。不到半小时，我抬起头，额头上全是汗。搞定。赵玲玲瞪大了眼睛，一脸不敢置信。这就修好了？不然呢？你以为要修3天3夜？我擦了擦汗。对了，我看你们这模块精度太高，顺手给你提升了1个百分点，所以得加钱。加钱。赵玲玲瞬间懵了，眼前这男人前一秒还是掌握黑科技的世外高人，下一秒就跟他讨价还价，这反差也太大了。赵玲玲的大脑还在循环播放冷原子玻璃、超声波雾化悬浮这些神仙词汇，眼前的男人在他心里已经封神了。结果这神突然跟他谈钱这么俗的话题，他一时之间竟有些转不过弯来。老板，你刚才说的那个电致伸缩？他小心翼翼地试探，想再挖点黑科技情报。祖传手艺，不外传。我一边把破工具往箱子里塞，一边头也不抬地说。赵玲玲的脸瞬间黑了。光刻机才发明多少年？你家祖上怕不是刚毕业就去修光刻机了？那你说加钱要加多少？他只能把话题拉回钱上。我随意伸出5根手指，继续收拾我的破烂工具。赵玲玲心里咯噔一下，5根手指5万还是50万？想起刚才我说300万太贵，她大胆猜测50万。行，我马上申请。等一下，我眼疾手快捂住收款码，一脸痛心疾首。女同志，国家的钱也是钱啊，那都是纳税人辛辛苦苦挣的，你怎么老以万为单位？500块不能再多了，心疼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吧。赵玲玲彻底傻了，眼睛里写满了你怕不是有病？500块，这可是光刻机啊！你就算要1000万，我也得给你申请啊！他刚才还觉得加钱俗，现在觉得这500块简直是对人家技术的侮辱。就500块，1分不能少。我态度坚决，精准度给你提了1个百分点，够意思了吧？你说多少？赵玲玲突然尖叫起来，眼睛瞪得像要吃人。1个百分点，她太清楚这1个百分点的含金量了。整个夏国多少研究院前赴后继，就是为了这1个百分点的突破。结果这小老板随手就给改了，扑通一声，刚站起来的赵玲玲腿一软，又坐回椅子上，眼神呆滞的像被夺了魂。哎，你别讹我啊！我吓得赶紧后退半步。不就是500块吗？实在不行我退给你还不行？这科研人员也太不惊吓了，500块就给吓成这样。不是，我马上给。赵玲玲反应过来，踉踉跄跄掏出手机扫码，这次手不抖了，扫码速度快得惊人。到账500元。那个老板能留个联系方式吗？赵玲玲收拾好模块，小心翼翼地问。以后还有东西要修，想第一时间找到你。干嘛？我瞬间警惕起来，双手抱胸。我可是正经人，东西修好了就别想打我主意了。赵玲玲，她实在搞不懂眼前这男人了，一会儿是世外高人，一会儿是油腻直男，这反差谁顶得住啊？我是怕东西没修好，回头找不到你。他解释道。放心，我店就在这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大手一挥，要是没修好，我把800块退给你。赵玲玲嘴角狠狠抽了抽，这根本不是800块的事儿，你后面加4个0都没问题。看我态度坚决的样子，她不由得有点想笑。这个老板为人憨直，有机会倒是可以深交。不过现在实验室还等着这模块救急呢，他也没再多说，抱着箱子火急火燎的跑了。刚走出店门，手机就响了，是院长张德成的电话。一接通，咆哮声差点震碎他的耳膜。赵玲玲，你跑哪去了？让你去修模块，你居然敢旷工！院长，模块修好了，我现在马上送回去。赵玲玲急忙说。修好了？你在哪儿修的？张德成的声音顿了一下。在一个家电维修店。赵玲玲小声说。你是不是疯了？张德成的咆哮声瞬间拔高8度。那是光刻机模块，不是电视机遥控器。你给一个修家电的修，你想让整个科研院陪葬吗？院长，我没骗你，核心阵列和线路都修好了，精准度还提升了1个百分点。赵玲玲急忙辩解。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张德成才咬牙道：马上带回来测试，要是敢骗我，你就等着上军事法庭。1号无尘实验室内，几名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把模块从箱子里拿出来。赵玲玲站在后面，头低得快碰到胸口，身体抖得像筛糠，活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我的天，这焊接工艺也太完美了吧！这线路修复的比原厂
场还好，根本看不出烧过的痕迹。赵玲玲是不是找了什么隐居的高人？这技术也太牛了！没过几分钟，赞叹声此起彼伏。赵玲玲愣了愣，抬头看向显微镜，只见屏幕上的线路整齐的像列队的士兵，比原来的还要精致。不对，这材料不对劲。张德成突然皱紧眉头，盯着显微镜失声喊道：“材料组，马上分析，我们库里没有这种材料。”是院长。材料组的人立刻启动仪器，没过多久，就有人颤抖着声音喊道：“院长，数据库里没有匹配的材料，这是一种全新的物质。”张德成和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2025年了，居然还有没被发现的新材料，光是这一项就足以让科研院在世界上封神。快，通电测试！张德成激动的声音都在抖。电源系统自检完成，无异常；内部逻辑单元检测完成，无异常；电路测试完成，数值正常。一条条绿色信息跳出来，在场所有人的心脏都跟着狠狠一抽。一个被宣布物理烧毁的模块，居然通过了所有自检。精准度测试，快！张德成瘫坐在椅子上，脸色潮红，激动得快虚脱了。大屏幕上的曲线快速跳动，生成一串密密麻麻的数值。检测人员盯着屏幕，突然惊叫起来：“院长，数值不对劲，精准度比原来提高了1个百分点，这根本不是我们原来的模块。当前世界根本没有这种水准。”什么？张德成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眼睛瞪得通红，突然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倒了下去。院长，众人吓得赶紧围上去。1个百分点，我们突破了！地上的张德成突然狂笑起来，手舞足蹈。国外20年都做不到的事，我们做到了，这是神迹啊！赵玲玲呆呆地站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直到一个秃顶老教授冲过来抓住她的手。小赵，你立功了，这不是修复，是突破，我们夏国再也不用被国外卡脖子了。我立功了。赵玲玲木讷地指着自己，她刚才还担心要上军事法庭，怎么眨眼间就立功了？赵玲玲，张德成突然严肃地喊道。赵玲玲下意识地站直身体，像个被点名的士兵。鉴于你在本次重大技术突破中的卓越表现，我任命你为本研究组组长。张德成大声宣布。组长。赵玲玲彻底懵了，她才20多岁，能进科研院就已经是天花板了，组长的位置起码得熬10年8年，就因为修了个模块。恭喜啊，玲玲升任组长，必须请客，藏得够深呐，居然认识这种高人，还装得跟走投无路似的，演技绝了。众人围上来七嘴八舌的祝贺，赵玲玲却还在宕机状态。她终于相信了那个拿着破工具收了800块的维修小老板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不光修好了光刻机模块，还随手突破了全世界都攻克不了的技术难题。这家店维修摊怕不是藏着个神仙吧？张德成走到赵玲玲旁边，低声说：“你带我过去一趟，我要见识见识这个老板。”这话让赵玲玲眼睛都瞪圆了。科研院的院长，平时多少教授、企业家挤破头想见都见不着，如今居然要亲自登门找一个修理铺老板。好，他木讷的点头，刚要转身带路，就被张院长叫住了。你在外面等我一下，我去拿个东西。张院长嘴角勾起个神秘的弧度，眼神里透着鼓住一致的劲儿。要是这老板能把那玩意儿修好，他想要什么，我张德成都满足他。几分钟后，赵玲玲看着张院长怀里抱着的银色密码箱，心咯噔一下沉到了底。她跟着张院长搞了5年卫星研发，光看箱子的规格就知道里面是什么。这是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高精度原子钟同步芯片，那可是他们团队熬了3年才搞出来的宝贝。前段时间因为过载烧了，国外专家都摇头说没救。张院长这是要让那个连打蛋机都敢往光刻机上用的小老板去修这颗价值10几个亿的芯片。赵玲玲一路上都在嘀咕：这能修好吗？别到时候芯片没救回来，院长再被气出个好歹就麻烦大了。此刻我坐在店里，手机叮铃铃响了，是我那半死不活的直播间提醒，上次修光刻机圈的粉又来催更了。我架起手机对准自己，扒拉了2下鸡窝头。家人们，你们的峰哥又活过来了。上次那光刻机模块给那美女研究员修的一步3回头，眼神都快拉丝了。要不是我定力强，现在你们都该叫嫂子了。弹幕瞬间炸了，峰哥又开始吹牛逼了。我录屏了，等下就发去科研院官网举报。前面的别尬黑，上次我家微波炉修完，热馒头都比以前香。峰哥是有点东西的，别扯微波炉了，我就想知道光刻机修坏没。要是真搞砸了，峰哥现在应该在看守所踩缝纫机，赌5毛，绝对修坏了。现在正强颜欢笑转移话题呢，我刚要回怼，就看见直播间镜头里赵玲玲又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个穿中山装的老头，头发花白但腰杆笔直，气势跟电视剧里的老首长似的。我微抬头挑眉问：光刻机有问题，带人来找我算账吗？赵玲玲赶紧解释：老板，不是，光刻机验证过了没有问题，这是我们张院长，他想找你修个东西。张院长3步并作2步冲进来，眼睛跟雷达似的扫过我的小店，墙上挂着修到一半的电风扇，桌上摆着王大爷送的搪瓷缸，角落里堆着收破烂换来的旧工具。他的眉头越皱越紧，这真的是那个修好光刻机的神仙吗？赵玲玲却在夸我：你这焊接工艺比原厂还精细，你用什么设备修的？我指了指墙角的工具箱，诺、电烙铁、打蛋器，还有个热风枪，这可是我妈当年烫头用的，现在烫线路刚好。张院长的脸瞬间从红变绿，再从绿变白，跟开了染色灯似的。他指着我：你用烫头的工具修光刻机，不然呢？我耸耸肩，设备这东西主要看手艺，就像你用毛笔能写书法，我用筷子也能加花生米一个道理。直播间的弹幕笑疯了，哈哈哈哈！烫头工具修光刻机，峰哥你是个人才。院长，我几10年的科研关碎了，比我家的碗还碎。
建议峰哥开个培训班，专门教用厨具修黑科技。张院长大概是被气懵了，好半天才缓过来，突然抓住我的手，小江师傅，我这儿还有个东西，你一定得帮我修修。他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掏出个精致的银色箱子，打开的瞬间，我眼前的系统面板叮的响了一声，检测到可修复物品南斗3号卫星导航芯片，损坏程度92%，主逻辑门阵列过载，修复奖励科技点500，解锁广域探测功能。我眼睛瞬间亮了，上次修光刻机才给100科技点，这芯片够我在系统商城换个无人机玩了，能修吗？张院长的眼神里全是期待，跟求佛的相克似的，能修，但得加钱。我伸出5根手指，张院长眼睛一亮，50万，没问题，我现在就给你转。我差点被口水呛到，老头，你是不是搞科研搞糊涂了？500块，1分不能多，国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当是你家的买菜钱了？张院长愣住了，赵玲玲赶紧凑过去小声提醒，院长，上次光刻机他也只收了800块，500块修卫星芯片。张院长的声音都抖了，这芯片研发成本10几个亿，你就收500，不然呢？我拿起芯片掂量了一下，我修的是手艺，又不是卖技术。再说了，你要是觉得便宜，给我送2箱泡面也行，我最近总吃红烧牛肉的，想换换口味。赵玲玲赶紧扫码付款，张院长盯着我翻工具箱的动作，血压蹭蹭往上涨。当我掏出一把锈迹斑斑的牙科手钻时，他终于忍不住了，小江师傅，你这是从哪个废品站淘来的？这可不是废品。我擦了擦手钻上的灰，当年隔壁牙科诊所倒闭，我5块钱收的，给王大爷钻过牙，现在钻芯片刚好，我插上电，手钻嗡嗡转起来。张院长吓得赶紧后退半步，生怕我把芯片钻成粉末。直播间的水有笑的直拍桌子，峰哥这是要给芯片做根管治疗啊！院长，我害怕，但我不敢说，前面的别笑，万一真修好了。峰哥直接原地封神，我没理会他们的调侃，眼神瞬间专注起来，系统面板上的数据飞速跳动。我拿着手钻，针尖精准的对准芯片上烧毁的逻辑门，比给王大爷补牙还稳。唰的一下，我又掏出个老式烫发夹板，插上电后红灯亮起。张院长的脸彻底黑了，你还要给芯片烫头？这叫低温校准。我把夹板轻轻夹在芯片上，你看线路都归位了。赵玲玲赶紧递过放大镜，张院长凑过去一看，眼睛都瞪圆了。那些原本烧毁的线路，在夹板的低温震动下，正一点点恢复原状，比他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还管用。接下来，我从茶叶罐里倒出点粉色粉末，放进一个手摇咖啡机式的工具里，嘎吱嘎吱摇了几下，粉末变成了发光的蓝色液体。超声波雾化悬浮技术，赵玲玲忍不住惊呼：哟，还是个懂行的。我咧嘴一笑，用针尖沾着液体，顺着线路慢慢涂抹，电弧在针尖跳跃，像有生命似的，把液体精准地固定在线路上。张院长看的眼睛都直了，嘴里喃喃自语：这不可能，这技术国外都还在实验室阶段。不到半小时，我把芯片擦干净，递了过去，搞定。我帮你优化了跃迁算法，晶格也重新排列了，计时误差能降1-2个数量级，比原来的好用10倍。张院长颤抖着接过芯片，刚看了2眼，突然扑通一声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我吓得蹦起来，赶紧后退。哎，老头你别碰瓷啊，我可是全程直播，你赖不着我。赵玲玲也慌了，赶紧掏出手机打120，院长有高血压，上次因为实验失败晕过一次。直播间的弹幕瞬间从搞笑变成紧张，卧槽，真晕了，峰哥你闯大祸了，快打120，别真把科研院院长弄死在这儿。峰哥，修东西行，救人不行啊，还好救护车来得快，把张院长拉走了。我松了口气，刚坐下想喝口茶，系统提示音又响了，修复完成，奖励科技点500，当前科技点1206，检测到科技点达标，解锁新功能广域探测。我心念一动，眼前瞬间出现一张无形的网，以我地小店为中心，半径100米内的可修复物品都显示出来。王记包子铺的蒸笼密封圈老化，小区路灯灯丝烧断，还有辆共享单车的链条掉了，这功能不错，省得我一个个问了。我乐了，刚要跟直播间水友炫耀，店门又开了，进来2个中年男人，穿着夹克衫，留着小平头，耳朵后面还别着透明耳机，这打扮跟电视剧里的便衣一模一样，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老板，修个东西。其中一个人把一个黑色方块放在桌上，老式 MP3，坏了挺久了。我用广域探测扫了一下，乐了。物品名称：黑哥军用加密器窃听器，损坏原因：非标准断电导致安全锁死，修复方案：紧急序列重组。这 MP3 挺别致啊，我拿起来掂量了一下，多少钱买的？地摊上淘的吗？50块。男人眼神闪烁，直播间的水友已经看穿了，这俩一看就是便衣。峰哥小心点，窃听器当 MP3，演技比流量明星还差。峰哥别修了，小心被请去喝茶。我没戳破，手指在加密器上轻轻敲打起来，节奏精准的像在打摩斯密码。这是系统给的紧急序列，能解锁安全锁死的加密器。2个便衣的脸色越来越白，额头上的汗都下来了。当加密器滴滴一声亮起红灯时，我把它放在桌上，修好了，20块。你怎么知道解锁方式的？其中一个人声音都抖了，祖传手艺。我咧嘴一笑，对了，下次别拿窃听器当 MP3 骗我，这玩意儿我修过不少，比你的演技靠谱多了。俩便衣瞬间慌了，扫码付了钱，20元到账。我手机响起了一阵到账的声音，你俩还有事儿啊？修完了还不走？我查看了一眼到账信息，旋即奇怪的看向2人，妈的，这上面训练的都是什么人啊？这2人就不提前打探一下子老百姓的流程吗？收费环节是最后一环啊，交完钱了就拿东西走人，还在这里待着等自己怀疑身份呢。走，马上走，马上走。2人一脑门的汗水，转身就要离开。
东西不要了吗？我在身后无语的大声喊道：要！两个人转身拿起窃听器，逃也似的离开了小店。我冲着他们的背影喊：下次修东西记得说实话，我这儿童叟无欺，就是不骗傻子。直播间彻底疯了，峰哥牛批，连便衣都敢对我赌100块，明天就有穿军装的来接峰哥。峰哥修得了黑科技，对得了便衣，这才是真男人。呼哧，距离那家毫不起眼的修理铺100米开外，一辆黑色轿车的车窗紧闭，车厢里满是粗重的喘息声。刚才还故作镇定的2个特工瘫在座椅上，浑身汗透，像是刚被一场暴雨从头到脚浇了个遍，连眼睫毛上都挂着细密的汗珠。其中一人哆嗦着摸出手机，指尖还在发颤，好不容易才按对了号码。喂，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沉稳冷冽的男声，正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李建志。李部长，是我们。男人嗓子发干，说话都带着一股吞了沙子似的艰涩。怎么样，那家店是不是真的存在？那个老板到底什么来头？李建志的声音陡然压低，透着几分急不可耐。这事儿牵扯到最高级别的机密，由不得他不紧张。店是找到了，人也见到了，就是这老板邪门，太邪门了，比咱们预想的邪门100倍。男人哭丧着脸，语气里满是惊魂未定的后怕。放屁，咱们都是搞科研的，讲的是数据和逻辑，你跟我扯什么邪门？李建志的声音瞬间拔高，说清楚，到底怎么个邪门法？我们怀疑，从踏进那铺子的第一步起，就掉进他的圈套里了。男人咽了口唾沫，声音都在打摆子。他不光一眼看穿了咱们要修的那玩意儿的底细，甚至连咱们的加密解锁方式都门清。什么？电话那头的李建志像是被一道惊雷劈中，声音陡然撕裂，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他知道加密方式，这怎么可能？那可是咱们专门针对国际特工研发的最高级加密技术，一个破破烂烂的修理摊，你逗我玩呢？李部长，我哪敢骗您啊！男人都快哭了，这事儿一时半会儿真说不清楚。那老板邪乎得很，我们俩现在脑子都是懵的。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约莫过了半分钟，才传来李建志沉得像铁块的声音：立刻撤回来，当面跟我汇报所有细节。中枢系统那是掌管着整个夏国科技命脉的绝对部门，是直接隶属于最高首长领导之下的特殊部门。此刻坐在中枢办公室的李建志正听着汇报，2名特工站在办公桌前，脑袋耷拉得快碰到脚尖，恨不得原地抠出个30亿听。李建志眉头拧成了疙瘩，呼吸都带着股憋出来的粗重，这是他思考到极致的标志性动作。办公桌上一个黑黢黢的玩意儿静静躺着，正是被我随手修好的黑鸽窃听器。这东西看着四不像，却是夏国窃听技术的巅峰结晶，军用甲等级别保密序列，核心代码改了8遍，专门用来对付国际特工的顶尖货。你们俩再说一遍。李建志终于抬眼，眼神跟扫描仪似的扫过俩特工，这军用级别的宝贝，让一个路边修理铺的小老板给破译了。他用了多久？俩特工面面相觑，声音发颤：5分钟，不对，精确到秒的话，6分钟。李建志猛地拍了下桌子，茶杯都跟着跳了跳。他用什么高端仪器检测的？光谱仪、量子解码器，还是咱们都没研发出来的黑科技？要知道，这黑哥的加密技术，就算是鹰将国的顶尖科研团队，没个3天3夜也别想撬开。6分钟够他上趟厕所再泡杯茶的，这就给破译了。俩特工缩了缩脖子，声音细若文瑞：他没用工具。李建志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那他用啥？意念。他就看了一眼，噗！李建志差点没气笑出来。军用级窃听器，裹着3层伪装外壳，一个修家电的路边摊老板看一眼就识破了，还破译了最高级别的加密序列。这话说出去，谁信啊？怕不是要被同行笑掉大牙，说他李建志带了俩傻子回来。部长，千真万确。俩特工急得快哭了。我们进门就说修音乐播放器，结果那老板拿起来掂了掂，手指头在上面哒哒哒敲了几下，直接就调出了重启序列。那可是咱们锁死的最高机密啊！他好像打一开始就知道这是黑哥，连系统激活的漏洞都摸得门清，跟玩自己家玩具似的。李建志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了解这俩特工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精英，绝对不敢在这种大事上撒谎。可这事儿也太科幻了吧！一个满身油污的修理工，不用任何仪器，光靠一双眼睛一根手指头，就破解了夏国顶尖的军用加密技术。这要是说出去，怕是比外星人入侵还离谱。办公室里瞬间陷入死寂，只有李建志沉重的呼吸声。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表面上稳如老狗，脑子里已经炸开了锅。这江峰到底是什么来头？那店铺呢？李建志突然开口，里面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比如隐藏的实验室、高精尖设备。俩特工使劲回想，最后摇着头笃定道：没有，就是一家特普通的修理店，满地油污，零件堆得跟山似的，电烙铁、螺丝刀扔的到处都是，乱得没法下脚。我们进门就扫过一遍，连暗格都查了，别说高端设备了，连个像样的检测仪都没有。李建志深吸一口气，眼神里满是疑惑，越是普通，越透着诡异。能随手破译黑哥的人物，怎么可能心甘情愿窝在这么个破摊子里头？这扮猪吃虎的段位也太高了吧！张德成，一个人名突然闯进李建志的脑海，难道这江峰是张德成藏在暗处的王牌？可不对劲啊！要是真有这号人物，张德成疯了才会把他暴露出来。线索刚冒头，又断了。砰！就在办公室气氛凝重到极致时，房门突然被人大力推开，吓得俩特工差点蹦起来。
只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院士满脸通红，跟打了鸡血似的，手里攥着一叠文件，一路小跑冲了进来，嘴里还嚷嚷着：“老李，老李，成了，真成了！”这老院士平时沉稳的跟老泰山似的，今天却跟个毛头小子似的，激动的唾沫星子都快飞出来了。李建志皱了皱眉，接过文件扫了几眼，瞳孔瞬间放大。这是光刻机实验报告，之前张德成递交的还只是数据报告，可这手里的是实打实的实际操作成果，意味着夏国在光刻机领域真的实现了那1%的精准度突破。哈哈哈，就是他！老院士拍着大腿笑。刘老带着我们去第7研究院实测的，数据一点不假。这下好了，西方那些家伙还想卡咱们脖子，做梦去吧！刘老呢？李建志突然问道。这么大的事，他怎么没来？刘老可是这项目的核心人物，按说该第一个冲过来报喜才对。老院士摆了摆手，眼睛还粘在报告上，漫不经心地说：“嗨，老刘太激动了，看完数据直接捂着胸口倒在实验台上，被救护车拉走了。医生说血压飙的能冲上天，纯粹是兴奋过头了。”李建志嘴角抽了抽，好家伙，连国宝级的老院士都没能扛住这波惊喜，直接兴奋到住院。看来夏国冲破西方技术封锁的日子是真的要来了。就在这时，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这可是直通军方高层的专线。李建志赶紧接起：“我是李建志，孙龙将军，满江雄，我知道他。”不行，孙将军您这可不行。李建志的脸色瞬间变了，连连摆手：“我知道你们想把满江雄那蓝军旅给揪出来，可您这办法有点违规了，不行，绝对不行，这口子不能开。”俩特工站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喘。我的妈呀，将军级别的通话还涉及满江雄，这都是啥顶级机密啊！他俩心里疯狂呐喊：“老板，我们就是来汇报个修理店老板的事，没必要听这么刺激的内容吧？要不您先忙，我们溜了。”可李建志没发话，俩特工只能硬着头皮站在原地。老孙，不是我不帮，是真没法帮啊！电话里，李建志愁的头都大了。对面的孙龙将军正急得跳脚，孙龙急，全因他要跟满江雄演武。满江雄啊，那是什么人啊？那可是全军闻名的6边形战神，演习里专搞出其不意的狠活。前年他让侦察兵扮成流浪汉，没等演习枪响就端了对手指挥部。去年更绝，孙龙的精锐装甲师刚出营就被导演部通知遭轨道炮覆盖全员阵亡，连敌人影子都没见着。这是高科技战争演习，总不能用老古董去打未来仗吧？孙龙咬牙切齿：“满江雄这混小子，我必须拿捏他。部队有部队的规矩，科研院有科研院的底线。”李建志攥紧听筒，用实验装备去演习，这是不适合的，查出来咱俩都得担责。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孙龙立刻放软身段，只是借用一下，也不算多大事情，哪怕给点激光武器、电磁脉冲的原型机，别让我输太惨就行。李建志硬着心肠拒绝，演习是磨部队，不是拼装备。莫，他用超音速导弹、无人机蜂群揍我，这叫莫。孙龙彻底急眼，给我几个制导芯片总行吧。不行，这是原则，好一个原则。电话那头传来砰的挂线声，只剩忙音在办公室回荡：“孙将军是难啊。”一旁的老院士叹气：“满江雄的战术，谁遇上都头疼，全军跟他演武，能撑1小时都算大胜。”李建志苦笑着摇头，没接话。而他们不知道，推掉的这个烫手热山芋会落在我的手上，连修新舰这种活都让我干，我也是服了。这是后话。与此同时，第7研究院的实验室里机器轰鸣，研究员们一边准备一边讨论。听说没？张院长要测南斗3号，那可是航天部的报废项目，又是那个修理店修好的，连这都能修。话音刚落，张德成走进来，他出院后会同中枢刘老对光刻机做了一次实操，结果出来后刘老晕过去住院了，他也差点，还好早知结果没那么激动了。他怀里抱着个精密箱子，神色凝重。刘洋，准备工作怎么样？报告院长，一切就绪。张德成点头，举起箱子。南斗3号全球导航系统高精度原子钟同步芯片测试开始，5级干扰启动。第7研究院的全息投影前，工作人员的声音刚落，全场呼吸一致。这强度简直是把无人机扔进了战时电磁风暴的中心。顶级导航系统来了都得变睁眼瞎。果然，投影里的无人机立马摇摇晃晃，像喝高了的醉汉。警报，航线偏航。张德成攥紧拳头，心里暗叹：江峰修光刻机是神级，但卫星芯片这活儿终究是隔行如隔山。这南斗3号本就是被判了死刑的项目，他都做好失败的准备了。可下一秒，此起彼伏的卧槽炸响，屏幕上突然蹦出第3组数据，像只铁手死死按住崩溃的参数，眨眼间就把乱成一锅粥的系统捋顺了。无人机在天空之中安然无恙地盘旋着。这等恶劣的天气，无人机竟然是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自由。当时我就说过了，我将里面的算法改了改，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小子的随便改改竟然是能让无人机在5级的干扰环境之中生存下来。这小子的脑子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张德成忽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能够将江峰给带到了自己的研究院内当研究员的话，那自己的研究院还不得是起飞了？江老板，那个修理摊子还真是他啊，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啊？怎么什么都能修的吗？众人顿时是一阵好奇。光刻机模块少了，人家整好了；现在南斗3号芯片，人家也整好了，而且经过江峰手的东西，比那新的都要好使。各部门汇报数据。张德成拿起对讲机大声道 ：X 轴误差 0.003 毫米 ，Y 轴误差 0.005 毫米 ，Z 轴误差 0.002 毫米。伴随着一道道振奋人心的声音响起，现场顿时是沉静一片，所有人都是愣住了。这一组组的数据代表的不是一个南斗3号的成功，更是夏国科研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突破。这一场堪比战场级别的强电磁干扰之下，他们实现了毫米级的精准定位。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导航系统芯片了，这是足以改变战争规则的利器。哎，滴滴滴，张德成在手机上面按下了一个电话。
电话号码。喂，谁啊？你们这帮诈骗的玩意儿，老在老子直播的时候打电话干鸡毛啊！对面立即是传出来我不悦的叫声。江老板，不是诈骗，是我。张德成脸都是黑了，这可是自己的私人电话，多少人想拿到都是没有这个机会。这小子倒是好，自己亲自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连记都懒得记一下。你少他妈的和老子装神弄鬼！谁的名字叫你啊？我的火气一点都没下去，我就是那天让你修理东西的那个大叔啊，南斗3号的芯片，还记得不？张德成小心翼翼地问道。就是你差点死我店里，你打电话来干啥？讹钱来了？不是讹钱，我是想告诉你，你修好的那个芯片，现在稳定在了毫米的百分比之内，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据啊。江老板，还有啥事？张德成兴奋地说了一大堆，对面的我确实没有半点兴奋的意思，就好像这个数据是非常正常的一样。江老板，你就不惊讶吗？这数据，张德成有些忍不住问道。惊讶？我为啥要惊讶？你以为我是江湖骗子？我们有节操的好吗？你以为我白拿你那几百块钱呢？我的暴脾气瞬间又是上来了。对不起，江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就好。挂了，我的脾气来得快，去得更快。从我发作到挂断电话，一共用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张德成有些懵逼了，他怎么总感觉这是江峰给他设下的一个套？院长，您没事吧？周围的众人看着张德成的脸色不是很好看的样子，小心翼翼地问道。没事，把芯片给我装起来，我要去一趟航天系统部。张德成这才是回过神来，冲着众人说道。航天系统部，这南斗3号就是从航天系统部拿过来的。当初他们说着这玩意儿修不好了，所以给张德成试试运气，结果这一耽搁就是快1年的时间。希望现在修好它时间还不算太晚。揣着宝贝芯片，张德成直奔航空系统部找王学兵报喜。可正被文件埋到脖子的老王根本不信，头都不抬。老张啊，南斗3号这个项目早就死被上面判了死刑了，技术瓶颈太高了，修复需要大量的金钱和人力物力，而且最终还不一定能保证完成。不是，我真修好了，你看一眼再说话行不行啊？张德成直接是将小箱子推到了王学兵眼前。行，你们第7研究院最牛逼了，但是现在我要批改文件了，你赶紧把这个东西拿走。你要是真修好了，这个玩意儿就是送给你了。王学兵直接是一把箱子推了出去，然后又继续批改文件。不是，我真的。他的话还没说就被人轰了出去。张德成的脸色瞬间是难看了起来。什么不识货的老东西！张德成蹲门口抽烟骂街，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怒喝：王学兵这榆木疙瘩！张德成回头一瞅，嚯，肩章上的星星亮的晃眼，竟是魏将军！奶奶的，王学兵怎么和李建志那个王八蛋一样啊？什么他娘的原则问题啊！老子打赢了就是最高的原则！孙龙骂骂咧咧的吼道。王学兵简直比李建志还难搞，话没说几句就被轰出来了。孙龙憋着一肚子的火气，刚走到院子里就听见了有人骂骂咧咧的说啥南斗3号，南斗3号，这不是前些时间一个雄心勃勃但是最终被下了的高精尖端项目吗？孙龙一扭头，刚好是对上了张德成那一张比鬼怨气还重的脸。这位先生你好，你刚才说的是南斗3号吗？孙龙凑到张德成面前，缓缓开口道。张德成闻言一抬头，顿时是愣住了。好家伙，这人自己虽然不认识，但是那肩膀上的小星星自己却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居然是个将军。首长好，就是南斗3号，这是我们第7研究院刚刚修复好的南斗3号芯片，但是王学兵那个老家伙不识货，非说的我的这南斗3号是假的。张德成急忙冲着孙龙敬了个礼，然后把他的小盒子摆了出来。南斗3号，我记得这个项目的确是报废了，因为耗时耗人，而且具有很强的不定性。孙龙皱着眉头疑惑道：那是以前，但是我们研究院把这一难题攻克了，我们已经是对芯片的技术进行了升级，目前精准度能精确到一只苍蝇、蚊子，抗干扰能力超强，就算是天被捅破了也能照样工作。最关键的是，它拥有独立运算法，根本不依赖任何大模型数据，别人想破译根本没机会。张德成可算是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了，接二连三的兴奋地介绍道：真有这么厉害？孙龙听得一愣一愣的，他是个将军，让他带兵打仗行，但是搞这科研数据，他是一窍不通。我哪敢骗您呢？这要是装在导弹上，指哪打哪；要是给单兵装备用上，深入敌后标记位置，随时和指挥部联系，多完美啊！张德成十分肯定地说道。孙龙此刻脸上的表情从最开始的感兴趣变成了疑惑，又变成了惊讶，现在是最后的震惊。他不由自主的呼吸有些急促了起来。他做梦都想着干翻满江雄爱，精准定位，超强抗干扰，独立通信通道。张德成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精准无比的砸在了孙龙的心坎上。他的脑海中已经是开始想象着将这个东西给自己的部队装备上，那么将会在战场上释放怎么样的光芒？炮兵部队开启超视距精准打击，特种部队宛若幽灵一般进行斩首行动，装甲集群的突击将会史无前例的顺利，活捉满江雄将不会再是一个梦。孙龙的嘴角已经是控制不住的扬了起来，他已经是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在朝着他招手。你能为你说的这些话负责吗？孙龙一把抓住张德成的手，十分认真地问道。当然了，我是第7研究院的院长，我这么大个院长说话还能不算话？张德成十分认真地拍着胸脯子说道。好，既然如此，我愿意拿出我们的军费来全力支持你量产它。如果我们的军费不够，我会给你申请一批费用来研发，但是我们部队必须要第一个装备上，而且短期内你们不能给别人使用。孙龙兴奋地说道。那个啥，将军，量产还不行？张德成有些尴尬地说道。为什么？
吗？孙龙的热情瞬间是被张德成给浇灭了。将军，咱们这个芯片它的加密信导和逻辑运算都是独立的，是全新的体系，它就是一把能打开未来世界大门的钥匙。但是这把钥匙咱们现在只有一个，而且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这把钥匙的内部构造。最要紧的是，它需要和天上的卫星进行对接，我们才能真正的使用它。张德成解释道：“你放心，我会向上面申请最好的科研院来帮你的忙。我就不信咱们泱泱大国有成品还没办法破译这么个小玩意儿。”孙龙此刻是铁了心的就要南斗3号，不行的，将军，科研院办不了这个事儿。张德成苦笑着摇摇头，如果科研院能办这事儿，这个事儿就不会被放弃了。什么意思？咱们整个国家的科研院你说哪个我就去找哪个，还办不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芯片。孙龙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在他的眼中，有了成品了那就是有了作业了，有了作业了，你抱着抄不就完了吗？夏国这么多的部门，抄作业还抄不明白。将军，这个事儿科研院真办不了，那找谁办？要找家电维修摊儿？啥玩意儿？孙龙的声音陡然提高了数倍之多，他都是感觉自己的听觉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了？科研院整不了的事儿，你要让一个家电维修摊整，你和我闹呢？这可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未来战略走向的顶尖项目哎，一个连中科院都无法解决的事情，你去找一个修理摊？孙龙再次仔细地审视着张德成，这货不会是个骗子吧？将军，我知道这个听起来挺离谱，不过这事儿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咱们走一趟您就知道了。张德成也是有些无奈地说道。修理店，空气之中弥漫着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我正拿着一把小镊子夹着一个比大米还小的电容，正在给一台老旧的功放做替换。我的手机架在一旁，屏幕上是我正在修理的直播内容。主播这手是真稳啊，帕金森患者便是羡慕不来挨。主播今天修理了3个电饭煲，2个电磁炉，1个功放，月入过万，轻轻松挨。主播什么时候修理航母啊？我都等了好久了。别闹，他能把我20年的老便秘修好，我就给他火箭。弹幕是一个比一个离谱，我看的嘴角抽了抽，又是将注意力放在了那台功放上。丁，修复80年代功放1台，获得科技点2，当前科技点1948。伴随着我放下镊子，一道机械音响了起来，我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想骂个娘，又是2，这都多少天了？修的东西不是电饭锅就是电磁炉，科技点长得比蜗牛还慢哎。上次修理光刻机和南斗3号芯片，看看人家那科技点长得多猛啊！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自己就再也没有修理过像样的大单了。照这个速度下去，别说是歼星舰的制造图纸了，连单兵外骨骼的零头都凑不够哎。什么时候才能来个有挑战性的玩意儿让自己玩一玩啊？嗡，一辆军车带着一辆普通轿车稳稳地停在了我店铺门口。将军，就是这里了。张德成下了车，指着眼前的店铺说道：“这里。”孙龙此刻已经是在换上了一身便装，他看着眼前这条平平无奇的街道，眉头都是说竖了起来。街道上略显杂乱，各种小商贩的叫卖声不绝入耳，人倒是不少，但是看上去和其他地方的小街道没什么差别。光着膀子的大叔提着啤酒，挺着大肚子的大嫂拿着扫把簸箕。你把秘密基地放在这里了，不怕暴露啊？咱们从哪里进入？口号暗号是什么？孙龙扭头问道。秘密基地，将军，没有秘密基地，也没有什么入口，这里就是咱们要来的修理铺。张德成指了指眼前我的店铺说道。还秘密基地？这将军兵法看没看过的？这谍战片你倒是没少看啊。张德成，你是不是以为我和你闹着玩呢？南斗3号连科研院都搞不定，你给老子带来这么个破地方，老子军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他妈的当老子的时间打水漂呢？孙龙沉默片刻之后瞬间是炸了，一把拽住张德成的脖子呵斥道：“将军，你别激动哎，你听我说，咱们的南斗3号就是在这里修好的，而且不光如此，前几天的光刻机精准度也是在这里调好的。如果这里整不了，那我想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地方能整的了。”张德成急忙解释道：“还能修光刻机？”孙龙瞬间是愣住了，谁不知道光刻机这玩意儿难搞啊？这个破地方还能修理光刻机？他细细地打量着张德成，对方可是正儿八经的第7研究院的院长，这么大的身份，不至于骗自己来这么个破地方哎？难不成这里面的老板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行，先进去看看，如果里面和你说的不一样，哪怕你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你下岗。孙龙深呼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服，朝着修理铺走去。张德成也是长长的呼出一口气，旋即跟在其身后走了进去。家人们，哎呦我操！我正在和直播间的书友们侃大山，当看见张德成的时候，眼珠子都是瞪圆了。这就是财神爷啊！虽然不知道张德成是个干啥的，但是光刻机啊，南斗3号啊，这几个大单子可都是人家拿过来的。丁，检测到可修复物品：闪光3型战术手电筒内部电路板短路，猎鹰单兵战术护目镜热成像涂层脱落，蜂鸟微型通讯器信号接受模板损坏。几个人刚一进来，我便是从孙龙身边那个面部表情严肃的男人身上获取到了可修复信息。啧，都是军用品哎，而且为首的那个男人一看就知道身份不低，就连张德成都是得跟人家错开一个身位，这应该是个军中大佬哎。来活了，来活了，姜老板，好久不见哎。张德成冲着我微笑着打着招呼，大叔，很久不见了，身体怎么样了？我也是露出一口大白牙问道。虽然我不怎么待见张德成，但是顾客就是上帝，该礼貌还是得礼貌点。身体好，芯片也好，经过姜老板修复的东西效果都不错，我们回去之后做了全方位的测试，性能比原版还要好不少。张德成兴奋地说道。行了，你说点我不知道的行不行啊？我摆摆手，脸上满是不在乎的表情。啧，主播又开始装逼了，不过我很喜欢，我赌5毛钱。主播今天这是又整了个大节目。主播说了，别在我面前说这些常识性的内容，拉低老子智商。上次那个芯片不会是主播手搓的吧？什么时候能给我搓一个女朋友出来？主播你别飘啊！我上次让你修理的那个夜壶，你现在也没回答我哎。弹幕上瞬间是疯狂的刷起屏来，擦，不是我和你们吹嘘，上到9天揽月，下到5湖捉鳖，只要是带
店的，就没有我修不了的东西。我清了清嗓子，一如既往的和直播间吹着牛逼。一旁的孙龙看得直摇头，眼神之中满是失望之色。他本来以为店主最起码是个40、50岁的男人，结果没想到就是个20来岁的毛头小子。他本来以为店里面会有一些特殊的精准仪器，进来之后除了一些铁锈味，还有空气中漂浮着的烧塑料味道。至于精密仪器就更别提了，生了锈的螺丝钉倒是不少。年纪轻轻，油嘴滑舌，轻浮还自大，这样的人也是高人。孙龙心中最后一点希望也是破灭了，简直就是胡闹。我们走。孙龙彻底生气了，直接是冲着警卫员说道：“将军，将军！”张德成见状急忙上前阻拦：“这还没开始呢，你上哪儿去啊？”张德成，咱俩的账以后再算。孙龙指着张德成，恨得咬牙切齿的：“哎，那个乔装打扮的老头，你那个警卫员腰上的战术手电筒电路板有问题，高强度使用必定短路断电，还有他身上的护目镜，热成像涂层都秃噜皮了，晚上用和瞎子有什么区别啊？对了，他耳朵里面那个微型的通讯器，信号模板也烧了，不怕到时候炸死他？”我趴在桌子上悠悠然地说道，我的声音不大，但是却是清楚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面，尤其是孙龙的警卫员，身体猛然一震，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我，怎么回事？孙龙也是看出了端倪，立即是盯着警卫员问道：“报告将军，手电是前几天训练的时候不小心弄坏的，护目镜和通讯器出了故障，我本来打算今天换新的，但是咱们突然更换路线，没来得及。”警卫员急忙一个立正，声音都是在颤抖：“不是，你他妈的，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全给整坏了，老子让你出来是执行任务，逛公园呢，不上报不更换，这要是在战场上，你就是个活靶子。”孙龙本来就在气头上，这个时候直接是指着警卫员的鼻子破口大骂，但是转念一想，孙龙的身体也是呆滞住了。他们从一进门什么都没说，这个年轻人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普通人？你怎么知道他身体里面有坏了的东西？孙龙这时候才是后知后觉，那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多年以来的战场征战让这个老兵身上的寒气瞬间是迸发了出来。刚才还浑身哆嗦的警卫员见到孙龙的模样，拳头瞬间是捏紧了。他就是一个兵，孙龙让他干什么，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一旁的张德成瞬间是吓了一跳，他都是怕孙龙一声令下让身边的警卫员把我给提出来暴揍一顿。我可是自己拼了命也想讨好的人啊！孙龙要是真来这么一下子，那就全完了，这还用得着看？我看你就是上位者身份待久了，不懂得什么叫察言观色。你见过谁家好人出来还带个保镖啊？那家伙距离保持的真牛逼啊，始终都不会超过1米，也不会少于1米，是个人都能看出来这不是一般人。其次，我不管你在部队里面是什么位置，但是这里是老子的店，你这么凶想干什么？想揍老子啊？在老子这里，你是龙得盘着，是虎的卧着，不服气啊？不服气滚蛋！我是一点都不带惯着孙龙的，直接是大手一挥，暴喝道。张德成彻底愣住了，我尼玛，哥们，你要不要这么刚啊？这可是将军，人家只要愿意，别说你这个铺子了，直接给你丢炼钢炉里炼了铁，你信不信？孙龙也是愣住了，那一双眼神之中除了震惊，还有满满的不敢置信。这么多年以来，除了自己新兵连的时候让班长踹过几脚，还真没有人敢这么和自己说话的。这个时候，警卫员动了，他握着拳头朝着我冲了过去。我让你动了吗？滚回来！不等警卫员冲过去，孙龙便是暴喝一声，那已经是冲到了我面前的警卫员脚下，瞬间一滞，紧跟着退了回去，握着的拳头也是放了下去。你们来到底是干啥的？我告诉你们啊，老子是修理铺，不是擂台赛，想打擂台，滚出去打去！我表面上淡定的一比，但是实际上心里慌成狗了。我尼玛，这大人物的保镖是不一样啊！那宽松的衣服刚才瞬间肌肉就暴涨了起来，那一拳头要是砸在自己脑袋上，这剧情都得完结。孙龙被我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部队里面的刺耳头他不是没见过，最后哪一个不是被收拾的老老实实的？但是像我这种情况，他还真拿人家没办法。堂堂将军在外面欺负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这要是传出去了，那还得了？有事儿，有事儿！是这样的，姜老板，咱们上次不是修了一个南斗3号的芯片吗？我们想请你把这个芯片装在弹头上，让这个弹片拥有定位功能，你看行不行？张德成急忙凑上前去说道：“这么劲爆，你们要干啥？”我一听，顿时来了兴趣。大伙儿，打仗用，我们蓝军有个叫满江雄的，你应该不陌生。回回打，我们回回输，这一次我们要赢一把，你能不能做到？孙龙盯着我问道。只要这小子说自己不会，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问题当然是没有。不过我需要这个数。我伸出5根手指头晃了晃，500块。行，我马上扫码。张德成屁颠屁颠的掏出手机准备付款。什么500块？这一次我要5万块。我急忙捂住收款码说道：“啊，为啥？以前不都是500块的吗？这一次怎么涨价了呢？”张德成顿时是瞪大了眼睛。好家伙，都说你姜老板仁义爱，你这是任意啊，任意的选择修理费用啊！因为我瞅他不顺眼，敢对我动粗，5万我都是少收的。整不整？我抬手一指孙龙，眼神之中满是不忿。整5万就5万，你整好了，我给你加5万。孙龙直接是狠狠地瞪了一眼要骂人的警卫员，冲着我重重的点了点头。5万到账。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到账声响，我算是接下了这个大单，钱到账了，我脸上的那一股子不忿劲儿也下去了。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过这个活不能在我这里干，我得去你们那里干。我冲着孙龙说道。为什么？孙龙眉头一皱，不解地问道。自己那里可是基地I，谁知道这个老板是干啥的？这要是泄露点什么秘密，那不是完犊子了？不是，我说你这个家伙看上去人模狗样的，也算个打官，没长脑子啊！你们不会是想让我把南斗3号装到子弹上面去吧？起码得是个炮弹吧？那是能在市区露头的玩意儿吗？你拿啥拉过来？货车还是3轮车？这玩意儿一露头，我他妈不得上新闻啊！震惊！无良修理铺老板竟然私藏军火！我叹息一口气。
气，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孙龙，反问道：“这个？”孙龙再次吃瘪，只不过这一次他吃的是心服口服，光是想着把芯片装上南斗3号，压根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弹头又不是子弹，揣兜里就能送过来。行，没问题。孙龙重重的点了点头。好，那我和我的家人们交代几句。兄弟们，我接了个大活，直播关几天，小店也得关几天。我冲着还在直播中的观众们说道：“我操，老哥，你这节目效果是不是做的有点大了？我刚点完外卖啊，就等着看你下饭了。你说你要下播了？不是，主播，这才几分钟时间啊，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休息啊，又有大活了。这一次是收割机还是拖拉机？给我们长长眼爱，笑死了！上一次说修什么光刻机，这一次又来大活了，真修航母啊！”直播间的弹幕瞬间起飞了，我看着滚动着的弹幕，冲着镜头神秘一笑，要么说你们聪明呢，这一次真让你猜中了。不过不是航母，这玩意儿啊，可比航母高级点。哥们这一次要去修理歼星舰了。我说罢便是直接将弹幕横飞的直播间给关闭了。开玩笑，来大单了，哪里还有时间看这帮沙雕网友胡说八道？你俩等等啊，我去收拾一下我的东西。我冲着二人说罢，便是直接一头扎进了后面的储藏室。张德成和孙龙两个人都是愣住了，二人相互对视一眼，纷纷是从对方的眼神之中看到了无语。这小子是真不按照常理出牌。哎，哦可，你俩等啥呢？走哎！二人本来以为我要收拾行李啥的，结果这哥们就带了一个破布包就出来了。你就带这些东西，仪器啥的呢？孙龙有些不解地问道。仪器？要啥仪器？我的大脑就是最强仪器。我白了孙龙一眼，旋即扭头就出了店门。孙龙再次无语了。好吧，人家是技术人员，人家怎么说怎么是，反正只要是能干趴满江雄，他说啥是啥。你俩腿着来的，车呢？没有飞机坦克的，也得有个军车吧？出了门，我四下张望几眼，有。张德成急忙冲着警卫员使了个颜色。不一会儿，一辆普通轿车和一辆军车开了过来。军车不错，活这么大还没坐过军车呢。开路！我看着眼前的军车有些小兴奋。走！孙龙脸都是黑了，打开车门就坐了上去。我也是很干脆，抱着自己的行李就上了隔壁的普通轿车。江老板，你不是想坐军车吗？刚系好安全带的张德成看着我有些意外。本来是想的，但是我不想和那个死鱼眼坐一起。我将自己的行李放下，叹息一口气说道：“江老板，老实说，你的这个脾气啊，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哎，张德成笑呵呵地说道：“没办法，手艺人的通病哎，没点脾气镇不住肠子哎。”我也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张德成顿时是有些哭笑不得，这叫有点脾气啊！一个将军愣是让他在10分钟之内硬生生的噎了好几回，连脾气都不敢发。这换成是1号首长都不敢这么对待一个将军哎。丁，检测到特殊任务开启，任务名称：猎鹰之眼，任务简介：为先锋17型常规弹头加装南斗3号芯片，使其具备高精度动态追踪与末端修复能力。任务消耗500点，任务奖励1000。随机图纸 X1，猎鹰之眼。我的眼睛瞬间是眯了起来，这个名字起得真不错呀！消耗500，返还1000，还带个图纸，这一笔买卖稳赚不赔呀！2辆汽车在公路上飞驰，我靠在后座上闭目养神，给常规弹头加装芯片。这个活儿可比修理电饭锅有意思多了呀！常规弹头的飞行轨迹，尤其是在末端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气流、温度、湿度、目标移动等等，从而产生偏差。所谓末端修复，就是在弹头即将命中目标之时的最后阶段，通过内部的微型动力装置进行姿态调整，修正这些偏差，使其达到精准打击的目的。而动态追踪则是意味着，即便目标在高速移动中，弹头也能够实时的更新目标位置，像一只真正的鹰一样死死的咬住目标不放。这2项技术加在一起，再搭配上南斗3号的超强运算能力，简直就是给一个铁疙瘩装上了千里眼和大脑一样，活捉满江雄。这个任务不一般呀！几个小时之后，2辆车缓缓地驶入了一处戒备森严的营区，高墙、电网，3步1岗，5步1哨，士兵们都是荷枪实弹的来回巡逻着。一进入这里，我就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肃杀。真不愧是军营啊，这股子气氛就是霸道啊！车辆最终停靠在了一栋大楼面前。江老板到了。张德成停下车子，对着我说道。孙龙和警卫员也下了车，不过孙龙的那张脸却是难看至极。很显然，这位将军现在还在为我没有同坐一辆车耿耿于怀中。他堂堂一个将军，多少人想和自己坐同一辆车都来不及，却是被一个20岁的毛头小子折了面子。我抱着自己的破布包下了车，进入大楼之后，心中也是大为震撼。不愧是国家建造的地方啊，就是比自己的修理店气派啊！巨大的厂房式结构，空间开阔，各种叫不出名字的精密仪器正在运转着，穿着各种各样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我3个人的出现立即是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尤其是我这个年轻人，身上还背着一个破布包，那不是孙将军吗？身后那个年轻人是什么人啊？不知道啊，看上去不像啥大人物或者是军人啊，倒像个乡下来的毛头小子。别瞎说了，能让孙将军陪同的人能有普通人吗？众人纷纷是小声的议论着。老李，让大家把手上的活停一下，过来集合一下。孙龙冲着一名技术员说道。是，将军。老李立即跑了出去。不一会儿的时间，几十名身着工作服的军工便是站成了一排。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第7研究院的院长张德成，这位是江峰，是一个修理铺的老板。孙龙指着我有些为难的介绍道。众人齐刷刷的看向我。老板，修理铺的老板，修理铺的老板来这里干什么？张院长，还请你给大家做个介绍。孙龙冲着张德成说道。是，将军。诸位。
位，我们这一次来这里完全是为了这个东西。张德成从小箱子里面拿出了那一枚芯片，这是什么东西？没见过啊，什么高科技吗？看上去不一般，但是具体是干什么用的？众人顿时都是伸长了脖子看向张德成手里的东西，满脸的好奇。这个东西是南斗3号卫星导航上面的芯片。张德成介绍道：“南斗3号这项研究不是被叫停了吗？人工、技术、金钱、时间，我们都不具备。哎，这怎么的又出来了？”老李作为基地的头把手，立即是接过芯片仔细的查看了起来。其他人见状也是纷纷凑了上来开始检查。不愧是南斗3号啊，无缝一体成型，目前还没见过这种技术。基板材料也不一般啊，不是普通的硅基，更像是碳基材料。哎，你们看这精度，至少得是3纳米以下了吧？这是哪个实验室整出来的？功耗呢？散热呢？这么高的集成程度，一旦运行起来，发热量绝对不低。哎，短暂的几秒钟时间，众人便是叽叽喳喳的尖叫了起来。孙龙看在眼里，虽然自己这里是军事基地，但是能进入这里的军工呢，也都是从其他科研院挖过来的。就这么一帮人，都是能用眼睛看出这南斗3号的恐怖之处。看样子，这玩意儿的确是有点东西的。而这一群军工越看心里面越是没底，他们能知道这东西很强大，能分析出它的工艺多么牛逼，但是光知道没有用啊，他们愣是看不出来这玩意儿是怎么做出来的。越是分析，心里面就越是没底。怎么样？孙龙有些忍不住问道。对不起，将军，我们看不懂，我们只知道这东西不一般，能生产出它的科研院肯定不一般。老李苦笑着摇摇头说道。其他人也是迎合着点点头，脸上一个比一个懵逼。孙龙听的脸色都是黑了，他一直以为自己这里的人员十分的优秀，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芯片，这帮人竟然是看都看不明白。这要是给他们现在做研究抄作业，怕是满江雄那边早就是演习都结束了。江老板，你来帮他们介绍一下吧。孙龙深呼吸一口气，看向了一旁的我，语气也是压低了几分。我从进来之后就开始四下张望着，这里的仪器和环境和自己的修理铺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过好归好，但是让这么一群草包用，实在是有些大材小用了，分明就是高射炮打蚊子嘛。行吧，早知道你们看不出个理所然来，但是也没想到你们这么看不出个理所然来。我轻笑一声，走到众人面前，拿起芯片。众人听的都是眉头一皱，你丫的谁啊？能进入这里的哪一个不是学历最低博士？这个毛头小子看上去大学都没毕业呢吧？说话口气咋那么大呢？也不怕闪了舌头啊？这玩意儿叫南斗3号，这个你们都知道了哈。它的核心运算单元采用的是114核子序列，你们看不懂也是正常的。我拿着芯片对着众人说道：114核子序列，这是什么玩意儿？众人还未收敛起来的轻蔑眼神瞬间是清亮了几分。这位老板，不好意思，我们想知道它的集成度这么高，它运算起来之后散热该怎么处理呢？老李有些按捺不住问道。这个我已经给你们改装过了，它采用的是拓扑比克和温超导材料，完全可以适应现实的日常稳定运行。芯片上面的这些微孔，这些就是微型温差发电的进排口，它能够将运算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电能，从而实现功能系统的自给自足。我指着芯片平淡的说道。我是平淡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不淡定了，尤其是张德成这个院长更是瞪大了眼睛。常温超导体材料他知道但是这玩意儿还能制作芯片吗？以前他们怎么就没想到呢？而且直接将热能转化成电能，这是个什么技术啊？以前别说是设想了，听都没听说过。这哪里是科技啊？这分明就是科幻。那这个芯片能做什么事情呢？老李的声音已经是开始颤抖了。我帮他内置了多模态融合感知算法，可以同时处理光学、雷达、红外等多种信号源。简单的来说，它能看、能听、能感知，而且看得比较远。运算起来的话，和你们这里的计算机差不多。它最核心的功能有2个，一个是高精度动态追踪，只要锁定目标，它就能够随时计算出提前量。其次就是末端弹道自行修复，根据实时环境数据自主进行修正偏差数据。我依旧是一脸的波澜不惊，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就是小菜一碟，但是全场闻言却是死寂一般的沉寂，所有人都是呆立在原地一动不动，众人的脑袋里面都是一片空白。我说出来的东西根本无法在他们的大脑中搜索到任何的蛛丝马迹，他们寒窗苦读了这么多年，在我面前就如同新兵蛋子一般。高精度动态追踪，末端弹道自主修复，这意味着将这2种技术融合到一起，再贴合导弹这种可飞行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能够做到无法摆脱，而且100%命中的必杀技。这尼玛的，这玩意儿是真不讲道理。孙龙看着自己这帮平日里不可一世的优秀人才，此刻一个比一个木讷，心里面也是掀起了万丈波涛。平日里都挺牛逼的，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都听明白了没有？我这次请江老板来这里，就是为了让他帮我们将南斗3号的芯片装在先锋17的常规弹头上，老子要用这个东西把满江雄在演习场上干翻他。孙龙提起满江雄，脸上的肌肉都是在颤抖着，众人闻言一个个的身体又是猛然狠狠地颤抖了起来。先锋负17常规弹头，那可是他们压箱底的宝贝疙瘩，现在给这玩意儿装上这么一个芯片系统，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玩意儿得在演习场上多么逆天。放心吧，将军，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老李是最兴奋的，有了这项技术，他们这里就不能算作是普通的军事基地了，完全可以媲美国家科研院了。江老板，接下来怎么安排？孙龙现在对我已经是言听计从了，人家有能耐，只要是能干趴满江雄，现在让他喊我一声大哥都没问题。他可太想干趴满江雄了。先把你们的先锋17拉过来我看看。我也没客气，直截了当的说道。拉过来。江老板，先锋可不小啊，拉到这里来，那玩意儿弹体精密，不能随意挪动。孙龙一听顿时是急了，那可是弹头啊，那玩意的重量好几吨呢，说拉就拉，我不查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我怎么给它开膛破肚，把南斗3号给你塞进去啊？我没好气的说道。
对，你等着，我马上让人给你拉过来。对了，那个，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都归江峰指挥，他的话就是命令，谁如果有二话，就直接打辞职报告，滚出这里。孙龙刚扭头就要走，又是想起了什么，大声喝道：“是将军！”下面的众人闻言纷纷是挺起胸膛，大声喊道：“从刚开始我进入到这里，他们心中还十分的不理解，但是通过这一番接触，他们才是发现这个年轻人绝对非比常人。管他什么20岁的毛头小子，还是修理店的小老板，有能耐，在任何时代都是大爷，还等什么呢？赶紧给江老板，不是江总工清场，把最好的工作台给江总工准备出来。”孙龙冲着众人大声喊道：“是将军，立刻把咱们最好的工作台让出来！”老李急忙大声喊道，他的脑子已经是开始飞速的旋转了起来，什么无尘环境、恒温温度、防静电措施、高精度机械臂，反正是啥玩意儿牛逼就给我上啥玩意儿，毕竟自己也不知道这高科技究竟要什么样的条件。等一下，不用那么麻烦。这个时候，我忽然间开口了，老李和孙龙都是有些麻木，什么叫不用那么麻烦？这么高精尖段的东西还能简单化？你们就给我普通工作台就行了，光线好一点，再来一套螺丝刀，一把电烙铁，一卷汉西斯。对了，再给我来一个包线钳。我掰着手指头说道。整个现场的人都是愣住了，螺丝刀、包线钳、电烙铁，不是哥们，你这是要干啥啊？这点玩意儿连实验室的大门都修不了。老李几个人嘴巴张了张，愣是一句话都没敢说出来。他们刚才还在为我的什么芯片、超导体感到三观颠覆，认为我是个世外高人，但是我这一套操作下来，直接是给他们把颠覆完的认知又是颠覆了回去。在他们眼里，牛逼哄哄的项目一眨眼变成5金店的杂活了，都愣着干嘛呢？没听见江老板的话吗？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孙龙嘴角抽了抽，虽然不知道江峰这么做的原因，但是人家能力在那儿摆着呢，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哪怕是江峰要把天给捅漏了，他们也只能是在那儿给江峰递棍子，让他接着捅。是将军。这一次老李答应的同样痛快，只不过那语气已经是没有之前那么有底气了。很快的，一张干净整洁的工作台被收拾了出来，我要的螺丝刀什么的，老李都给他准备的未开封的全新的先锋17弹头，就那么被小心翼翼的固定在工作台上。一群人围在工作台前，伸长了脖子看着我，他们都是十分的好奇，我要靠着这些5金店的玩意儿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把先锋17的弹头制导和控制系统电路图给我看一下。我戴上了一双白手套，冲着老李说道。老李冲着一旁的一名研究员点点头，那名研究员立即是冲到了大屏幕前，开始输入各种指令。不多时，大屏幕上面便是出现了密密麻麻让人脑袋胀疼的数据。张德成看得一脑袋的汗水，这么多的数据，哪怕就是用电脑分析都是得好几个小时。真不愧是先锋17型弹头。江老板，这里是全部的先锋17构造图了，其中涉及到了上万个元器件，您需要了解哪一块，我们给您解答。老李生怕我看不懂，急忙说道：“不用，我记住了，关了吧。”让众人没想到的是，我只是扫了一眼，旋即便是点点头说道：“记住了。”老李的眼珠子都是快蹦出来了，一张嘴张得老大，不敢置信的盯着我。这才几秒钟时间啊，你就记住了？你是外星人啊？当初这玩意儿传输过来的时候，他们整个团队可是整整研究了3个月，才是把基础性的东西整明白。你这是人脑还是量子计算机啊？吧嗒！我没有理会众人的惊讶，我直接是拿起一把螺丝刀就开始干活了。外壳上一个不起眼的部队被螺丝刀撬开，一颗螺丝掉落下来，所有人的心都是跟着螺丝钉落地的声音颤抖了一下。他竟然真的拿着螺丝刀上了，太他妈的猛了！一颗颗螺丝钉掉落在地上，里面露出了比蜘蛛网还要密集的线路板。众人看得眼花缭乱，心里也是乱得不行的。这尼玛的光是看着都是头疼，这活要是让他们来干，估摸着现在已经是崩溃了。我拿起包线钳，对准一条红色的数据线，咔嚓！别！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军工直接是惊呼出声，后背的汗水瞬间是湿透了他的防护服。那可是主控芯片的线路剪断这玩意儿，等同于整个制导系统直接报废这不是把一个人的大动脉给剪了吗？那人还能活吗？不少人都是已经唉声叹气了起来。孙龙和张德成2个人站在一旁，也是脸上的肌肉突突的颤抖着，汗水从每一个人的额头上流淌了下来，一个个粗气大喘。干活的我却是一脸淡然，和修理一个电饭锅一样，又是不急不躁的拿起一旁的南斗3号芯片和电烙铁，呲啦，一缕青烟升腾而起。在众人无比绝望和呆滞的眼神之中，我用我那堪比街边老师傅焊接破收音机的手法，将那枚宝贝嘎达芯片就那么硬生生的给焊接在了我刚刚剪断的供电线上，搞定。我做完这一切，直接是将手中的工具给扔进了一旁的工具箱中，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加起来都是没有超过30秒。焊接完之后，还十分贴心的将螺丝给拧了回去，用的也是最普通的扳手，其他的什么精密仪器根本上不了台面。全场众人都是当场石化了，他们本来以为我这妖牛逼的人物会用一套什么他们根本看不懂的理论知识干完这一趟活，没想到这哥们这么简单粗暴啊！简单粗暴的简直是令人发指。这就好了。老李的声音都是在哆嗦着，这别说是他们没有期待了，这就算是提前猜到了儿戏，也不会猜到这么儿戏这可是先锋17啊，目前他们部队拥有的最先进的弹头另一个南斗3号，这2个加起来都是足以撼动整个夏国军界了，好吧？这2国之重器在你的手里面怎么就变成了电饭煲了？这哥们是真的把修理铺那一套给搬出来了那怎么的？要不请将军同志捡个彩，再讲一段话，你们鼓个掌。我看着老李反问道：“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接口呢？协议呢？数据总线呢？你全给拆了这不科学老李此刻激动的嘴唇都是有些发紫了，这就好比把一个手机数据线不带插头，直接抓着2根线就往插线板里面塞，这尼玛的别说实用了，插上电不爆炸都算是你祖宗在下面把头给磕破。我
我的科学程度你们理解不了。孙将军可以进行通电测试了。我也懒得和老李争辩，直接是对孙龙说道：通电。这下子轮到孙龙汗流浃背了。他是个军人，也上过战场，也不要命的和敌人拼死拼活，但是那是和敌人拼命啊，死了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现在是面对着一枚上吨重，让我不知道怎么鼓捣的导弹，这玩意儿要是在这和平年代把自己给炸死了，那你妈的多亏得慌啊！将军不能测试，绝对不能测试，这玩意儿绝对会爆炸的，到时候别说是咱们这几个人了，就连这里的实验室都是保不住的。哎，老李急忙说道：炸不了的，放心吧，除非你们的供电系统不太行。我抠了抠耳朵，脸上没有半点慌张。我是不慌张，但是孙龙慌了，一方面是自己的专业科研人员，另一方面是江峰本人的淡定。这事儿是这哥们鼓捣出来的，人家还和自己在一起呢，人家脸上都没有什么慌张的表情。他们这一群人倒是吓得不行不行的。听江老板的，通电测试。孙龙狠狠一咬牙，一跺脚，下达了命令：将军，我说了，检测通电，立刻！孙龙不等老李说完话，便是直接一个眼神将其瞪了回去。哪怕是死在实验上，那自己也算是死在了为国争光的路上，不窝囊。是将军。老李的声音已经是颤抖的不能再颤抖了，脸上的肉都是在疯狂的跳动着。嗡！当电压通上的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是提了起来。不过不幸中的万幸，先锋17没有任何的反应，预想中的爆炸和火花短路都没有出现，反而先锋上面的指示灯倒是亮了起来。李组长，状态正常。技术人员有些吃惊的说道：正常，启动自检程序。老李不敢置信的看了一眼气定神闲的我，急忙说道：是。屏幕上面数据开始飞速滚动起来，陀螺仪正常，传感器阵列正常，功耗不足10%。检测人员忽然间惊呼道：什么？老李和一众研究人员顿时是瞪大了眼睛，旋即立即是冲到了主控台。主控台上显示出来的曲线让老李一众人等眼珠子都是快掉下来了，那一条代表消耗的曲线几乎是贴着边擦过去的。不止这些，李组长，您看，雷达信号解析程度提升了1200%，红外热成像灵敏度提升了1800%，光学传感器的动态捕捉帧率突破了每秒1万只。检测人员的声音一阵更比一阵高，一些本来不抱着希望的人员也是凑了过来。张德成屁颠屁颠的跟在众人身后冲到了主控台，伸长了脖子盯着数据曲线图猛看。这怎么可能啊？硬件设施一点都没更换，主控系统好像不对劲啊！运算频率咱们的计算机好像测不出来了，我们的检测设备爆表了！我操，它在自我优化中，这玩意儿还带有自动修复的功能！一声声此起彼伏的叫喊声，直接是让平日里安静的实验室炸开了锅。整个实验室内都是乱成了一锅粥。一群国内顶尖的科研人员此刻像是头一回见到电脑一样兴奋，他们活了几十年，研究了几十年的科学理念，在这一刻完全崩塌了。我双手插兜，安静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尤其是这群自诩能力非凡的科研人员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眼神之中更是充满了无语。这就像是曾经有一位科学家说过一句话：难道微积分你们也不会吗？很显然，这帮人现在和那位伟大科学家下面坐着的学生一个样，他们是真不会爱。不过这个江峰也不准备讲给他们听，毕竟自己的科技水准在系统的帮助下已经是达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程度。当那枚芯片被焊接上去的那一刻，电流已经是完全可以代替数据的传输工作了。它不仅是重新编写了所有的底层驱动，还将那些硬件设施带动到了一个巅峰值。所谓的供电也不仅仅只是供电，那是一种物理连接口，能够真正的实现信息和能量的转换。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科学能够解释的事情了，就像什么量子纠缠，连鬼魂都能捕捉到了，没办法解释。孙龙站在原地，他虽然不知道这些科技意味着什么，但是他知道江峰成功了，就用几把破螺丝刀和电烙铁，愣是把南斗3号和先锋弹头给装在了一起。而且根据自己科研人员的反应，这绝对是非常的牛逼的一个壮举。不过孙龙是个粗人，他可不会用科学现象来解释我的强大之处，所以他半晌之后用力一拍大腿，发出一道巨响，然后暴喝一声牛逼。孙龙这一声牛逼宛若石破天惊一般，整个实验室内宛若一锅滚烫的油被洒进了水一样，噼里啪啦的飞溅得更厉害了。安静，安静！老李终于是慌了神了，他突然间发现自己对实验室失去了控制权。整个实验室内，一群平均年龄都是超过50岁的专业人员，此刻仿佛一只只刚刚出山的猴子一般，叽叽喳喳的围着主控台又叫又跳，哪里还有一点学者的儒雅之风？快看这里，数据链接的传送带，它还在进行修改，没有上线吗？这个玩意儿！一名科研人员又是指着大屏幕大声喊道。众人齐刷刷的看向大屏幕，此刻的数据洪流已经不再是一条条的线路，那是一片汪洋大海啊！数据的曲线宛若波浪一般，一波又一波，生生不息。检测设备早就是因为能量过载而彻底的黑屏了。现在大屏幕上面的数据完全是系统自身反馈过来的，而那些个数据还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攀升着。它的运算方式改变了，它像是在模拟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不止你们看能源核心部分，它在自我功能，这是永动机吗？物理定律失效了，我们几十年的研究好像喂了狗了。众人大声嚷嚷着，突然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是在朝着距离自己最近的研究员脸上看去，除了震惊还是震惊。张德成站在原地，脸上是一片激动的潮红，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主控台屏幕上的数据，心脏在狂跳，一股前所未有的震撼宛若电流一般从脚底升到头顶。他作为专业研究院的院长，远比这些基地内的工作人员看得更加的深远。我的这一手意味着在他们这群人面前的技术壁垒就是个屁，他们研究了10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技术壁垒就是一层窗户纸，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一根手指头就把
给他戳个洞洞也不对。看我那副悠哉悠哉的样子，我压根就没把这玩意儿当成回事，我只不过是走了过去，然后顺便把这层技术壁垒给撕了下来。张德成深呼吸一口气，努力的强迫着自己冷静下来。他缓缓的转过身去看向我，此刻的我双手插兜，仿佛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我就依靠在墙角处，眼睛盯着震惊不已的众人，眼神之中那是嫌弃，仿佛在看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一般。张德成嘴角狠狠地抽了抽，我的技术放在这帮人的身上，那可不就是看一群傻子一样吗？嗨嗨！张德成大声咳嗽几声，想要将嘈杂的声音压制下来，但是眼前的众人已经是疯了，他们只能看见眼前的数据图，耳朵已经是听不见任何声音了，一个个脑海中嗡嗡作响。都冷静一下，一个个都想什么样子？好歹也是国家的顶尖人才，跟菜市场吵架一样。张德成看着众人大声呵斥道：“张院长，这他不科学啊！”老李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指了指我，又指了指大屏幕，活像个得了20年脑血栓头一回开口说话的样子。众人纷纷看向张德成，这句话简直是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了。这太他妈的不科学了！他们无法用自己的学识对此进行解释。如果说这是科学的话，那他们这帮人倒是更像跳大绳的了。呼，张德成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没有回答。废话吗？这不是？那能科学吗？我他妈也看不懂。江老板，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张德成走到我面前，语气都是有些小心翼翼起来。没问题，只要你们不吵吵了，什么都行。我刚才看了一下，你们的设计有问题。我扣了扣耳朵，走了过来说道：“有问题？”众人瞬间是心中一紧，有啥问题啊？他们的先锋系统可是汇聚了全国之力才研发出来的，耗费了无数心血，经过了无数测试才是打造出来的巅峰之作，能有什么问题？首先，你们的这个驱动程序就写的不咋地，就像是让一个100米冠军去参加老年人赛跑一样，简直就是浪费东西。放着好好的东西，潜能激发不出来，那就是高射炮打蚊子。我指着大屏幕上的一个模块说道。下面一群负责编写程序的专家的脸瞬间是涨成了猪肝色，他们的驱动程序都是他们呕心沥血，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是写出来的，猝死的工作人员都是不少。你现在说我们程序写的不咋地，其次，你们的信息传输和能量供给是分开的，这个效率实在是太低了。数据传输和能量传输在我看来是一回事，为什么不能用同一个通道呢？我看着众人反问道。现场的众人顿时是木讷了，你能说人话不？数据传输和能量传输本来就是2个通道的玩意儿，这咋用一个通道？他们的思维观念早就是固定在这里了，从来没这么想过。江老板，这不可能，数据传输和能量供给完全就是2种形态的东西，他们的传输介质天差地别，这怎么能混为一谈呢？一个年龄稍大的老教授忍不住开口问道：“为什么不能？电流可以携带信息，也能提供能量，把他们的底层逻辑联系到一起，这个很难吗？”我的脸上有些吃惊地问道：“很难吗？你把那个码字去掉行不行啊？那不是难啊，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谁家好人研究科学能把这2样东西给联系到一起去啊？看样子你们是没听懂，那我就简单点说吧。我把驱动程序改了一下，让能量和信息能走到一起，这样硬件的性能就能100%利用起来了，功耗也就下来了。对了，我还加了个自适应学习模块，以后有啥问题也不用你们动手，它自己就能解决了。说完，我便是不再说话了，只不过那眼神看着众人更加的奇怪了，就像是看着一群傻子一般无语。整个实验室都是死寂一片，他们能够真真切切的感觉到，我压根就没把他们当人看，人家连全自动化都给他们装上了，压根就没想着让他们这帮人干点啥活。重写了驱动程序，改了改线路，顺便加了个学习模块，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是对眼前所有科研人员几10年的心血的蔑视。老李的身体晃了晃，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幸好身边的人眼疾手快才把他接住。张德成喉结上下疯狂地窜动着，嗓子都是快冒烟了。他们原本以为我会给他们一个惊世骇俗、充满了各种高深莫测的理论，结果就是这么的低调不奢华还相当朴实的结论。在我眼里，修理光刻机南斗3号先锋17那就和电饭煲没什么区别。扑通，一个上了岁数的老教授终于是忍不住了，直接是眼睛向上一翻，倒了下去。救护车，救护车，快点！刚刚安静了片刻的实验室瞬间又是爆炸了，众人七嘴八舌、七手八脚的把老教授从地上扶了起来，朝着门外快速冲了出去。孙龙全程都是没有说话，但是他的拳头脸上的神经就没有放松过半点。他听不懂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但是他听懂了最后一句话：以后有什么问题，他能自己解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南斗3号和先锋17这2个超级怪物合体成功，还附加了超智能化，一枚可以自主学习思考还能进化的导弹，在这个时代简直就是超越所有武器的存在。别说是夏国上面的研究员有没有这个先例了，就算是鹰将国也包没有的呀。他本来只是想请我来给自己加装一个定位系统的，这一个不小心就创造了历史了。孙龙看向我的眼神彻底的变了，那不再是看一个年轻人的眼神，而是看向一个活体可移动的国家级武器战略库。说他能抵得上5个师绝对没毛驳，一个人就能干趴一个国家的顶级科研体系。整个实验室内只残留下了众人粗重的喘息声。我随便搬了个小凳子坐下，开始刷视频，小腿一抖一抖的，那轻松惬意的姿态和周围众人紧绷着的神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老板，不是江总工，我想测试一下先锋17的实际作战能力，不知道行不行？孙龙这个时候凑到我面前，那姿态别提放的有多低了。一个堂堂的将军是彻底的被我的能力给折服了，眼下就看实战应用怎么样了。没问题，随便测。我也是十分的干脆，直截了当的摆摆手。老李，用最高
难度战场模拟进行测试。孙龙扭头对老李说道：“将军，最高模式的环境干扰和目标规避是理论值的最高上限，我们的系统可能有点顶不住哎。”老李有些为难的说道：“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哪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孙龙的声音坚定如铁：“既然我的东西是完美无缺的，那就一定要用最强有力的测试来进行，他就要看看我的能力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恐怖的程度。”伴随着老李和工作人员的一顿操作，大屏幕上开始转变画风，一个极其复杂的虚拟战场瞬间生成，沙漠、山谷、城市废墟，各种地形交错，电磁风暴、强磁干扰等等代表的红灯疯狂的报警闪烁着。这哪里是战场环境啊，这简直就是世界末日了！屏幕的中央是代表着先锋时期的光点安静的闪烁着，紧跟着在先锋的四周围突然间亮起了12个光点，它们高速移动着，走位相当诡异，毫无规律可言，贴地飞行、高空盘旋、锐角转弯，甚至还能够彼此掩护，形成交叉火力网朝着先锋覆盖了下来，以1敌12。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所有人都是屏住了呼吸。报告，敌方单位12，全部为超高音速巡航靶标，具备强磁反应能力。不过先锋没有请求人工介入，他开启了自动锁定目标。检测人员的声音突然间颤抖了起来。什么？张德成惊呼一声，旋即一个箭步冲到了操控台主电脑屏幕前。这怎么可能啊？最高难度之下，别说是锁定12个目标，就算是锁定一个目标，都是需要操作团队消耗数分钟，才能够对着频繁改变航线的目标进行计算和干扰排除。可是从战场生成到目标出现，这才用了多久？先锋就能自动锁定目标？3秒还是2秒？他不敢相信，先锋动了。忽然间，检测员又是惊呼一声，只见屏幕上的先锋已经是开启了自动模式，他完全没有像常规导弹一样选择一个目标就像没了头的苍蝇一样扑上去，先锋的移动轨迹更像是毫无章法的乱飞，时而俯冲，时而又猛地拉升起来，甚至是直接擦着山脉就冲了过去。他在干什么？计算出错了吗？他快要撞山了，不对劲儿，他不是在乱飞，他在利用地形边缘对电磁风暴进行规避，虚拟敌方的雷达都是被他掠过，他把整个战场的环境都计算进去了，众人心脏都是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个导弹该干的事儿，这不是专业人工干的活吗？嗖嗖嗖！突然间，12个敌方目标发动了攻击，铺天盖地的拦截导弹对着先锋就冲了过去。遭遇拦截，系统正在自主规避，大屏幕上面的先锋轨迹猛然异兽，紧跟着做出了一个机动动作，借助山脉地形以一个接近90度的直角猛然消失在了拦截弹的攻击范围之外。嗡！紧跟着，先锋形同鬼魅一般从一侧窜了出来，轰轰轰！屏幕上3个敌方目标指示灯瞬间熄灭了。先锋甚至是没有使用常规逐一击打的模式，而是在一次俯冲中猛然拉升，计算出了一个可以同时将3个目标吸纳到攻击范围的绝佳窗口期，干净利索，高效的令人发指。我的妈呀！检测员手中的操控器都是掉落在了地上，这哪里是武器啊？这分明就是一个拥有不输给在场所有研究人员智慧的超级智能啊！嗡！与此同时，其余的9个目标显然是被激怒了，他们不再各自为战，而是迅速集结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防御阵型，同时释放出了铺天盖地的信号干扰。紧跟着，实验室内的主屏幕竟然是丢失了，信号丢失了，完了！先锋时期会变成瞎子的，我早就是说过了，这样强度的训练他根本支撑不住的。实验室内顿时是响起了一阵哀嚎声，虽然只是一个测试，但是也让所有人心中对于先锋时期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常规性的武器，纵然他拥有一定的智能程度，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的超级智能。这样末日的环境之下，他根本不可能抵抗得住。等一下，屏幕上面还有亮点，先锋时期正在尝试修复。突然间有人大声喊道，紧跟着众人猛然抬头望去，只见雪花状的屏幕上面出现了一个若隐若现的小红点，一片混乱之中，那一个小红点并没有减速，反而是以一种更加决绝的姿态一头扎进了干扰区域最中心的位置。先锋时期这是干什么？自杀式袭击吗？他已经是被逼到这个份上了吗？一个人工智能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十分的不容易了。众人纷纷是感叹道：虽败犹荣。毕竟这样的环境之下，如果换成是他们来操控的话，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会比先锋处理的好到哪里去。快看，先锋时期的主控面板上出现了数据图，这是他在分析干扰信号的源头数据。不对，他不光是在分析，他还在破译，他在利用这些数据在干扰的环境之中定位敌人的位置。测试员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亢，到了最后，他直接是激动的蹦了起来。老天爷啊，这玩意儿居然是还能够在绝路之中规划出如此缜密的计划，这真的是一堆铁疙瘩和程序。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感觉自己的脑袋仿佛被雷劈中了一般，释放弹头冲入干扰环境之中，利用反馈回来的干扰强度确定敌方位置，这简直就是拿毒药当饭吃哎！把射向自己的子弹变成自己的眼睛，这是什么超时代的大脑啊！下一秒钟，大屏幕上的雪花已经是消失不见了，那剩下的9个目标已经是将先锋时期给团团围住，强大的磁场以先锋时期为中心，牢牢地将其困在了原地。嗖嗖嗖，先锋时期主体瞬间释放出9枚巡航导弹，这些导弹似乎像是提前预知了敌人的行动路线一般，只是短暂的片刻时间，便是将剩下的9个目标完全击毁。整个控制室内瞬间是寂静一片，只剩下了众人粗重的呼吸声和心脏快要蹦出来的心跳声。整个实验过程，12个超音速目标销毁，仅仅用时47秒钟。孙龙的身体在不住地颤抖着，呼吸都是不匀称了起来，那一双眼睛更是通红的，仿佛快要变异成丧尸了一般。他看见了什么？模拟训练吗？不，他看见了未来夏国在世界的舞台上立足的根本。困难模式，我还以为多困难呢，
切，模拟演练结束了，我刷视频也刷的屁股有点疼。这实验室的椅子就不能换个带垫子的吗？我的这一声轻蔑的声音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不满，所有人都是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恐怖之处。这哪里是个修理铺的老板啊，这就是夏国未来的战神哎，有他在，夏国想不在世界上崛起都难哎。江老板，这结束了吗？孙龙盯着屏幕有些结巴的开口道。先锋时期的表现实在是太过于惊艳了，惊艳到目标已经是完全击毁了，任务圆满完成。孙龙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要不我给你们再安装一个烟花程序，在干仗完之后给你们放个烟花，你等我5分钟。我扭头拿起螺丝刀就冲向了先锋时期。不是，江老板，你别冲动。孙龙见状急忙上前阻拦，他知道我是真能做到这一点。报告将军，系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文件。这个时候，测试云忽然间颤抖着声音说道：孙龙和众人都是张大了嘴巴，从来都是人控制系统发送东西，系统还能给人发送文件，他发来了什么东西？孙龙急忙问道。这是复盘，是刚才模拟战的复盘数据。测试员点击了接受后，整个人差点是直接从椅子上摔下去。先锋时期将刚刚那一场战斗的所有复盘信息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从弹道选择和规避动作，又到干扰信号的破译。报告中，他用最精准的数据指出了自己刚才战术中的几个小瑕疵，并且给出了超过20种以上的解决方案，甚至于这玩意儿还对自己的能源核心进行了一个评估，并且给出了解决方案。张德成和众人看着大屏幕上滚动着的数据，心中顿时是一阵苦笑。他们现在真的是觉得自己学习了这么多年的科学知识都是为了狗了，费了这么大的劲儿研究了一辈子的科研，最终却是被一堆破铜烂铁打败了。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研发出来的武器，在模拟战干了一架之后，反过头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创造自己。众人此刻看向我的眼神已经是不能够用震惊来形容了，众人的眼神之中夹杂着敬畏、崇敬，甚至是恐惧。他们终于是明白了，我给他们修理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武器，这就是一个概念神的诞生而我就是这个概念神之父。妈的，老子这回有了先锋时期，满江雄，老子这一次非让你趴在地上给老子唱征服。孙龙此刻心中信心暴涨，他仿佛已经是看见了满江雄开着军车直升机四处逃窜，被先锋时期追得上天无门下地无路的场景。将军，你高兴的有点太早了，咱们的先锋时期现在还不能上真正的战场，他还缺乏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我的一句话瞬间是让整个实验室都是紧张了起来，孙龙紧张的喉结都是上下不停的窜动着。现在他们眼睁睁的已经是看见了希望，如果突然间又是一场空，那他现在连自杀的心都有了。南斗3号导航芯片咱们有了，但是这毕竟只是个芯片，想要让这个芯片发挥出自己本该有的能力，那么我们还缺乏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卫星。没有卫星在天上定位，咱们的芯片无法接收信息，就等同于是一个睁眼瞎。刚刚我们进行的是一场模拟战，系统是默认我们拥有卫星系统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我的话宛若给众人泼了一盆凉水，没有卫星的定位系统，那就和一把没有子弹的枪一样，简直就是废铁一块，真干起仗来还不如一块板砖好使。那现在怎么办？孙龙瞬间是有些手足无措了起来，那一双眼睛里面满是紧张，还能怎么办？咱们的航天部门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我给你们造一个就得了呗。我说的十分的轻松，就好像是在说造一个收音机一样简单。张德成差点是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卫星啊，你说造就造啊，玩呢？行，江老板，你说你需要什么东西，我去帮你搞，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孙龙也绝对会帮你把这些东西搞出来。孙龙咬着牙齿说道。干趴满江雄是孙龙活了大半辈子做梦都想做的事情，这一次的演习，他在我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他绝对不能就这样轻易的放弃，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他也要努力到底。这些东西还真得你这个将军去做，别人可没这么大的面子。我嘿嘿一笑，旋即拿过一个本，开始在上面列出了清单：钛合金板材50公斤，高纯度硅晶片200片，稀土元素10公斤，超导材料。江老板，你这是要造卫星还是要造航母？片刻之后，孙龙拿着清单有些懵逼的看着我，这材料还真的不好弄呀。当然是卫星了，有难度。我眉头一挑问道。没问题。孙龙看着清单，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的跳着，硬是摇了摇头。行，那我最近就不回去了，我活这么大还没有在军营玩过呢。这些东西越快越好，具体快到什么地步，就看你想用多快速度干趴满江雄了。我伸了个懒腰说道。当然没问题，那个谁，传令下去，江老板在咱们军营内畅通无阻，他想去哪就去哪。另外，给我用最快的速度改造一间最好的房间给江老板，江老板想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怠慢了江老板，我让你们全体魔鬼中。孙龙冲着身边的警卫员说道。是，将军。身边的警卫员急忙说道。孙龙走了，警卫员紧急去安排我的住所。江老板，您真的是个修理铺的老板啊，就是修理电视机、空调、洗衣机的那种。这个时候，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满脸好奇地凑过来问道。当然了，经过我修理的电磁炉做饭都特别好吃呢。还有啊，航母喷漆、导弹打蜡，这些我都能干。你家要修理什么东西吗？我可以给你打折哎。我冲着那名研究员露出一口大白牙。那名研究员和其他人顿时是木讷住。老实说，他们现在更加相信我能够航母打蜡、导弹抛光。至于修理电磁炉，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一个能造出全智能芯片的狠人会去修理这玩意儿？这不符合人类的思维逻辑哎。恭喜宿主完成先锋时期的研发，任务奖励以下发：当前科技点2448点，检测到宿主科技点充足，
组，开启图纸抽取功能，请选择抽取方向：一、武器装备；2、卫星通信；3、能源科技。我的耳边忽然间响起了一阵机械音，紧跟着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卫星通信。恭喜宿主获得战术级卫星通信定位系统制造图纸，制造需消耗科技点1000点，制造完成后返还科技点5000点。系统升级中，升级完成。当前系统等级 LV3，新增功能批量制造模式。哦吼，又升级了，这笔买卖更大了哦！5000点科技点啊！自己在那小铺子里面修理了整整1年时间，一个电磁炉2个点，一个收音机1个点，积攒了1年都没有干这么一个大活来得快呢。